来嘛，来嘛，有啥子特色我们。比较我们那店是老店了啊。来访鱼是2个口味儿，麻辣跟豆瓣儿。好，那些鱼可以做那种口味儿。可不可以给我选条稍微大点的，我们2吃？现在鱼都不做2吃，一般那个鱼都是4斤左右的鱼。但是你看我们6个人了，啊，6个人4斤肯定不够。你看吃兔子去嘛？兔儿啊？哎，兔子也很不错，那是我自创的菜，凉拌兔。哎。主要是我们不晓得你那个辣有好辣。不要理解为好像川渝我们黑龙重庆吃的特别辣，也不是特别辣。一滩坨都是都烧冬瓜、红烧，哎，外面不的其中不管取任何名字，啥子霸王腿儿啊、那样腿儿、那样腿儿，它实际上都是红烧的。那这样子嘛，你看烧个冬瓜，然后再拌一个兔儿嘛。要得凉拌嘛哈。凉拌。一个凉拌，一个冬瓜。那个鱼再来一份。鱼都吃麻辣鱼。麻辣鱼。哎，好，你吃凉拌兔啊，我建议你点个饺子，蘸那个饺子吃起，蘸那个佐料吃起很爽口。哎，这叫饺子。饺子就是按照你说的来嘛。哎。饺子、香肠，麻辣鱼。兔儿2吃，然后再来个汤。小菜都不炒了，干脆嘎。这么几个人是吧？那我们也科学。反正鱼的话，我们选个小的嘛。鱼选小的，兔子没有选个正常的，因为做成2吃。兔子我跟你说嘛，越小的兔子越没得肉。可不可以看着你做？可以噻。可不可以学一下？你学嘛。学了自己不能。但我学的，那我们还说这个可以学啊。可以学啊。你说我学礼物系，你确实是天才啊，一下子算学会的话，我还是很恭维你们。天才学。我这经营了20年，那别个你们过来吃了认可。我这个哪个来学我，把都学起去了，我真的要恭维他。真的哈，那个不开玩笑。出来自己个人。基本弄现在家里弄吃的是对的，那你们还是来炫啥炫车？明码实价。自己选的。可以嘛。好，爱吃哪个可以捞哪个。豆酒。要花钱。鱼的话选这个没有伤的。这个。对，捞起来。我操。蒸鱼4斤3两。4斤3两。好，选兔子。那个。哪个？那个。那个哈。你看起那个选哪个？这那个。红烧跟凉拌。5斤。5斤，好，要得。你看我那个嘛，7斤，对不对？你这家店开了好久了？30多年了吧。来丰鱼的传承人是不？我们岳父。岳父。哦，你现在是？我接下班。那个像这种现场点杀的是在成都那边没的。主城区是不可以的，鱼可以，兔子不行。现场点。鸡鸭鱼都不行。重庆也不得行。大妈，我给你点下锅啊。虽然这个房子比较老旧，又是搭的棚，但是人家是该说不说，卫生搞得挺整齐的。养好的交些都得出这。你看嘛，都是您自己弄的。都是您自己做的，全是自己做的，这里。闻到味道了。闻到那个乳酸菌的味道了。今天那个4斤3。你没有提前码位呀？不要。不用码位。这就是行家。这就是行家。这泡的就有点霸道哟。你泡的吧？盘子在那边没有放起来。姜也是泡姜吗？姜是老姜。老姜。欧巴鱼才要泡姜。再把豆瓣酱炒起锅巴儿，再香嘛。你一般烧一条鱼要烧好久呢？看大小噻。就打比如说那一条要烧几分钟？变咸了。鼓了。煮来后要是要翻个面。要翻个面。煮来后一般这个川菜它都是生肉煮嘛。好。它那个水要刚刚没过那个鱼，没了就水不干，少了才干。一般锅头要吹烂。这个是菜籽油啊。很热吃。好。冷了就不就不然口感体验没那么好。好，要得。好，
第一个就先来吃鱼吧。这个鱼呢，我找一块刺最多的，就是这块刺最多。入口就是麻。然后这个鱼，你看，这鱼一看就是新鲜的出来啊。你看，老板刚才他看这个鱼的方法，他是看到那个鱼本身剁出来是平整的，它烧熟了之后它拱起来变形，以这个来确定鱼烧熟了没有。入口就是麻，然后有咸香的底味。然后我在外面吃到的版本都要腌，它这个一点没有腌。但是有个问题啊，这个我刚才夹的这块肉就不够嫩。我现在夹一块好吃一点的啊，夹一块鱼腩。哎，鱼腩找到了，这个叫鱼腩，看到没？这一块蘸点油，可能刚才那块没有什么油，蘸一下。这个来凤鱼吃起来呢，肉更活泛，没有经过腌制，鲜鱼直接下锅。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它烧的时候开了大火，它那个汤和油是融合的。剁鱼之前是洗干净的，剁完之后是不再洗了。老板说，如果再洗鱼的话，鱼会吸收水分，烧出来味道会不够。这个菜听说的是5个合起，油合起放，花椒、辣椒合起放，鸡精、味精合起放，然后泡椒、豆瓣酱合起放。它这个的话没有5个合起。我之前对这个菜没有吃过正宗的，人家是传承人传下来的，它就应该从源头上来说是最正宗的。反而在外面吃的来凤鱼都是非辣人的，就是很辣人。口味过重。看了很多菜啊，都要去吃一下创始人做的，你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样子，不然你就在外面吃多了，你会对你产生误导。这个是红烧兔啊，红烧兔尝一下。里边有冬瓜。他说的冬瓜是比较入味的。啊，确实入味。这个形式我倒不觉得是红烧兔啊，我觉得像水煮兔。这汤是比较多的，这不像是烧，像是煮啊，尝的带骨的，它没有去骨。这个给我的感觉是微辣版本的水煮兔，煮出来很柔和的泡椒的香味。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 Q 弹。我看它下锅的是高油温下锅的，居然 Q 弹，这肉质特别好。最大的感触还是材料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这兔子我喜欢吃，这么好的食材，不是你走到哪里都能吃得到。对。然后老板说这也是他们特色，叫凉拌。尝一下这个。我没太明白，这明明是热的，为什么是凉拌？试一下。你吃着它就冷。试一下。它这个里面上面的料啊，有姜，有辣椒，还有芝麻的香味。这种辣椒泼一下油，有点类似于烧焦的感觉。这个姜应该是泼过油的，然后放酱油、放调料一起拌。这个兔子它就焯个水垫在上面，直接淋上去的，有可能是，我猜的啊。就是这样是吧？啊、这个的麻味会重，这个比这个还重，比这个还重，但是辣味呢都差不多。但这个是鲜辣味，尝尝这个腊肉跟我们四川腊肉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有什么不一样？好像比四川的香肠要瘦。它这个肉就是一块一块肉塞进去的，然后你看到这个肉上面毛刺没有？它的肌纤维。它这腊肉是最近做的，没有经过特别长时间的风干，能吃到肉的鲜味，又能吃到腊肉的那股烟熏味。我感觉这个如果再挂它1个月就好吃了。不，头1年的更好吃。哦，头1年的那得1年了。对，加一个饺子。说是蘸那个凉拌是特别好吃。这个饺子吧，我们南方人很少吃饺子。对啊，这是北方。就随便吃来试一下，这是你的强项。韭菜加了点葱，
这个饺子呢，该说不说，真的是没有北方做的好吃。看着一组，因为那个皮有点厚。我认为这个才是老板他们擅长的。是。这是萝卜汤。就很普通的萝卜汤。就是把东西往里一堆，然后一炖就行。这个很清胃、清口，你吃了这些，再喝碗汤非常舒服。这鱼多少钱？34一斤。34一斤，我算4斤3两，146块2。它这个的毛利大概就是50%吧。然后兔子是35一斤，35，5斤，175，但是要加15块钱的加工费，双吃要加15块钱，就是190这么2盘的话，我觉得兔子也是差不多，也是50%的样子，因为它的皮、兔头还要拿去回收，还值个几块钱。老板儿，上点米饭，这个冷的反而没有刚开始好吃，是吧？啊。有一句话怎么说？创新的总归是需要有人去创新，守旧的还是需要一部分人去守旧。这个鱼真正最正宗的吃法都是捞起来直接啃。现在我们菜吃完了，我们总共买单下来是443，老板打了个折，收了440块钱，人均算下来是70多块钱一个人。但是菜呢分量是比较大的，最终呢我们虽然说6个人，但是还是有一点没有吃完。然后来凤鱼，我曾经在外面吃过很多种版本，出去了的来凤鱼是加了料的，对比起来的话，他家的更柔和，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啊，在外面吃的东西打着来凤鱼的旗号，但是你到了当地吃，其实不是同一个东西。相比来说，鱼和兔子，我觉得兔子比鱼更有特色。兔子的口感比较弹，然后味道比较柔和，它辣味香的比较纯正，就是这个碧山兔啊。我以为以前在外面吃的碧山兔其实就是那个青椒炒兔子，没来当地吃过这个菜啊，也是容易被误导的。这个价格来说，花莲35块钱一斤，价格中规中矩，不算高，但是也不算低。不算高的话，是因为它在市区里面不算高；不算低，是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来说，它应该也不算低，因为这里属于郊区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属于郊区，房租本来就不贵，再加上他自己的房子没有房租。还有这个兔子的话，也没有说很贵，也没有说很便宜，这个价格性价比中等，没有便宜也没有贵。最重要的是，它鱼也好，兔子也好，是真正现杀了之后呢，他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了。为什么他这里可以点杀呢？因为重庆也好，成都也好，主城区是不允许宰杀活物，除了鱼之外，海鲜之外，其他是不允许做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它这里的口感在市区里面吃不到的。最后呢，我们今天中午吃这几个菜，我们一致认为冬瓜、碧山兔推荐你们来吃。然后其次是这个来凤鱼，然后再就是其他的菜。好了，本期探店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